我们在生命当中一定会遇到很多其实是菩萨。这些菩萨，我们一开始听到菩萨都会觉得菩萨就是对我很好的，然后就什么都顺着我的，然后就是让我感觉很欢喜的，让我觉得好开心的，才叫做菩萨。但是佛陀告诉我们菩萨是帮助我们成长的。帮助我们成长不一定是对我们非常好，能让我们很开心的。我们回头想想，我们生命当中其实有好多人让我们学会了很多事情，让我们成长了，都不是在顺境当中的，都是在逆境当中，其实我们才有机会去成长。所以所谓的菩萨也包括说，让我们一看到就生气的人，让我们跟他多讲2句话就会吵架的人。为什么这些人是菩萨呢？其实他让我们看到自己。因为我会生气，我会想要跟他吵架，我会不同意他，我会不满意他，真的是因为他吗？其实不一定而且是确定不是。其实主要是因为我们心里面已经有一套理想，我们有一套期许，我们觉得他应该怎么样才对，所以是我们心里面的这个预想，或者是这个价值观跟实际的现象起了冲突，所以我们会升起内心的烦恼。那其实我们是可以试着用另外一种方式，不管什么样的人，他做了什么事，他说了什么话，其实那就是当下的因缘。他说的话如果会引起我的烦恼的话，那是我的问题，那是因为我有这个烦恼的种子，我有烦恼的习性惯性，所以这个外在的人讲的话才会引发我这个内心的烦恼出来。所以我们称他为菩萨就是要感恩他，感恩他让我更了解自己。他就像一面镜子，没有他的出现，我不会发现说原来我对有些事情很在意，我对有些底线不能被别人踩到，有些东西我绝对不能接受所以是他让我们看到。那如果他没有出现，我们内心的这种种的设限，种种的烦恼种子有没有？有的。没有他出现，我们不会发现原来自己有这些烦恼需要去转化，需要去净化。所以这些人其实都是菩萨来帮助我们更认识自己，其实才有机会更成长自己，也能够超越自己，到最后是真的进化到我们不带着自我来跟一切的人互动。那这个是以佛法的一个角度来看待。那在很实际的生活当中的相处其实我自己用的方法就是试试看，去看说跟我互动的这个人，他为什么会讲出一些我无法理解的话？为什么你会这样讲话？其实是因为他过去有他的成长背景，他其实也是一个很多因缘组合而成为现在的他。那他也不想成为一个让人讨厌的人只是因为他有他背后一连串的因缘。那如果我在他的成长背景，我可能比他更糟所以是一种同理心去感受到每个人今天的呈现其实都是因缘和合的，都是有过去好多的因素所成就的。那他也不愿意成为一个让人起烦恼的人。那我们如果能够同理到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反而能够去升起一颗慈悲的心。怎么样去接纳他？接纳他了以后，其实他才有机会也看到自己，然后自己也朝往这个向上向善的这个修行的路去转化自己。